我记得老大人说过，太子已死，天理不能死；太子已亡，天下不能亡。希望我狄仁杰秉公断案，查出真凶，给大唐天下祖宗社稷，也给我自己一个交代。我想现在是交代的时候了。我什么也不想听，你回去吧。老大人不想在这儿说，那就一起进宫去说。你到底要说什么？红唇将军段无涯现在何处？我与他素无交往，根本就没有任何关系。有关系，而且关系大得很。红唇将军段无涯出现在洛阳城的目的，就是救太子。但是他知道，太子宫防备森严，根本不可能得手，所以你们就在酝酿一个更大的计划，一个营救太子的计划。哼！狄仁杰，你简直是疯了！太子已经死了，他是被人害死的。你现在的首要任务是找到害死太子的主谋。如果我说这个主谋就是您老人家不会不高兴吧？什么？岂有此理！岂有此理！你一会儿说我救太子，一会儿说我杀太子，你到底是何居心？请恕我大胆地说一句，杀太子的过程就是救太子的过程。我听不明白你的话。哼，您要是不明白，在这世上就再也没有明白的人了。从一开始，我就把目光放在武承嗣的身上，可现在看来我错了。你到底想说什么？这几天一直有一个大疙瘩堵在我的心中，解也解不开。太子与玲珑姑娘一见钟情，本是一件非常隐秘的事情，武承嗣怎么会知道呢？武承嗣又怎么会想到利用玲珑姑娘来害太子呢？太子和玲珑情深意笃，玲珑姑娘怎么能够心甘情愿地受武承嗣的主使来害自己的心上人？现在我终于明白了，玲珑姑娘与武承嗣能够扯上关系，完全是老大人您牵的线呢。你在胡说什么？哼哼，大人，我这里有一个故事，讲给您听听啊。狄仁杰，你给我出去！玲珑能得到皇知府的关照，是老大人您安排的吧？就算你知道了，又能怎么样呢？玲珑已经是太子的人了，我身为老师与臣子，难道就不能帮帮他吗？可以，当然可以。换作是我，我也会这么做的。只是可惜当年呢，事情并非如你们想象的那么顺利。本来您一直想帮太子洗清被冤枉的真相，还他一个清白。只可惜啊，使命还未完成，先皇就驾崩了。先皇驾崩，使得这件事情即使被查清，也无济于事啊。这与玲珑有什么关系？是啊，这与玲珑有什么关系呢？玲珑千不该万不该，他不该与本案最重要的当事人有了密不可分的关系。可惜他何等的单纯，何等的痴情啊！
我呀，马上就要嫁人了，哪还顾得上养花呢？嫁人？你嫁给谁啊？当然是嫁给我男人了。你有男人了？黄大人说了，这件事情要保密，对谁都不能讲。我与你相离，才告诉你的。那你男人在哪儿？我也不知道。你男人在哪儿？你都不知道？黄大人说，我男人他有重要的事情要做，他去了很远的地方，过段时间就会回来的。你们当初一定以为为太子洗冤，不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，因此随口哄骗玲珑说她的丈夫出了趟远门。没想到先皇的驾崩，使为太子洗冤变得遥遥无期，甚至根本就没有希望了。终于玲珑没有耐心了，她应该找过您，对吧？找我？狄大人，你可真会开玩笑。玲珑姑娘在这件事发生之前，从来也没有到过洛阳。哦，从来没到过洛阳，我信。但是不代表您没有去过泰安府吧？下官冒昧地查了一下您老人家的出行记录，从黄有安继任泰安知府到出事这5年之间，您去泰安府的次数，恐怕连您自己也记不清楚了吧？您的理由每次都是体察民情，简直比泰安府的父母官还关心泰安呢。其实您是去看玲珑姑娘了。大人，我丈夫他怎么样了？我问过知府大人了，他什么都不肯说。我丈夫他是不是已经……不，太子还活着。玲珑姑娘，我可以实话告诉你，你的男人不叫太子，他叫李贤。太子只是一种称谓，其实他是皇上亲生的儿子，是储君，是未来的皇上。只可惜他被奸人。玲珑姑娘，今后你就自己过平安的日子吧。大人，我求求您了，您告诉我丈夫他在哪儿，我自己去找他，我不会连累您的。大人，大人，我求您了，大人。你说的对，这女子太钟情于太子了，为了太子，她什么都不怕。如果说您第一次去泰安，是因为玲珑急于见夫君，您怕她惹出事来，不得不去安慰她，那么第2次去泰安，您已经有了自己的目的。玲珑姑娘，你真想救你的夫君吗？如果因为他是太子，他不要我了，我可以离开。可是他现在被奸人所害，我怎么能见死不救呢？太子被奸人所害，难免要一死。你还这么年轻，何必要趟着浑水呢？我爱我丈夫，他也爱我。他活着，我就活着。如果他死了，我愿意跟他一起死。玲珑姑娘的贞烈之心令老夫佩服。大人，请您成全我这份感情。你真想救她？我一定要救她。不管吃多少苦，受多大委屈，你都能忍受。玲珑甘愿为丈夫而死。您第2次去泰安府，是时隔2年之后。那之后不久，黄有安突然改换门庭，投到了武承嗣的门下。用您的话说，这黄有安是个老实人，
也是个聪明人，颇有点凤凰攀高枝的意思。就这样，一个恩师，一个贤妻，就此分道扬镳。很多人骂黄有安是小人。更奇怪的是，那之后不久，玲珑便从感恩堂里悄悄地消失了。2年前，我曾经见过1、2次，后来就再也没有见过了。有人说，有更大的官看上他，把他接走了。什么时候接走的？不知道。我也曾经比驳过黄有安的为人，可现在看来我错了，大家都错了。黄有安投靠武承嗣，不是背师求荣，而是大人您一手安排的。您让黄有安故意接近武承嗣，再把玲珑介绍给他，那样玲珑就顺理成章地成了武承嗣的人。武承嗣做梦也不会想到，这个漂亮朴实的养花姑娘，竟然是您安插在她身边的耳目。成都府营救太子的计划失败之后，您就着手一个新的计划。这个计划的关键就在于利用武承嗣，他急于除掉太子的心态，诱导他制造了行刺太子的特殊机会，并实施杀人计划。而执行计划的唯一人选，正是已经骗取他绝对信任的玲珑姑娘。哼，以武承嗣的头脑，肯定不会想到，他的刺杀计划原本就是您的营救计划。这个计划的巧妙之处还不仅于此，而在于他既能救人，又不致引火烧身。老大人，您的奇招之高，普天之下，恐怕酣逢敌手啊！都说名师出高徒，也难怪，在您与黄有安大人悉心的调教之下，这才几年，玲珑姑娘便练就了一身遇事不慌、处乱不惊的本事。她可以从容地表现她的幼稚，她的朴实，还可以从容地做出各种单纯的表演，以至于我都相信她不过是一位寻找丈夫的普普通通的养花姑娘。她的表现是如此完美，如此成功。都说狄仁杰是编故事的高手，果然名不虚传。在您的面前愧不敢当。如果我稍微聪明一点，事情就不会发展到今天这个地步。我最大的一个错误就是不应该去泰安府查玲珑的事情。我不去，黄知府就不会被杀。黄大人，没有人要杀他，是他找死，对吗？我也一直纳闷，黄知府在整个计划中是如此重要的一个人物，可谓是有功之臣，怎么能说杀就杀呢？而且杀了他，对整个计划的顺利进行没有一点好处。后来我明白了，他一定是后悔了，他不想干了。与玲珑相处了2年，他喜欢上这位姑娘了。他那位可怜的夫人我也见过，确实像只母老虎，当然无法与玲珑相比。玲珑姑娘又朴实，又善良，又漂亮，特别是善解人意，真是个高明的计划。由段无涯提前将解药送给太子，由武承嗣将玲珑送到我的府上，再由我帮着您将玲珑直接送到太子宫，这样太子与玲珑姑娘便可以双双殉情，掩人耳目地表演他们的假死。
玲珑给我留下了一封信，说他死后愿意与太子的尸体同葬于泰安御花馆，听起来合情合理，有情有义，就连武承嗣和太后都为之感慨了一番呐。狄仁杰就是狄仁杰，看来没有什么事能瞒得了你。惭愧，在这个故事里，还有一个绝对不能忽视的重要人物，那就是第二个阿禄。阿禄明明死了，却又莫名其妙地复活了。先是黄有安在屏风上留下了一个禄字，再就是这位老兄易容术之高超，特别是在晚上，没有人能认得出来。谁？阿禄。再加上杀害黄有安的手法，使我不得不相信阿禄是真的复活了。可这里面有一个问题，就是他可以去迷惑骰子和任何人，唯独不该做的就是去找黄有安，因为此二人共同参与您的计划，彼此相熟，没有必要易容掩饰。那么黄知府在屏风上留下的这个禄字，他究竟是谁呢？肯定不是鬼魂，而是另有其人。这个禄字不是阿禄，而是郭大人您府上的管家李禄。这第二个阿禄就是李禄。您说对了。李大管家竟然还是一位深藏不露的高手，把厨子阿禄扮演得惟妙惟肖，令人叹为观止啊！狄大人现在才知道，是不是有点晚了？哦，你很快就可以见到黄有安与那个厨子阿禄了。你去过成都府？不错，成都府我去过，泰安府我也去过。对，成都府是你们挟持太子的第一个计划，但你们害怕这个计划不成，所以预先设置了第二个计划。狡兔三窟，未雨绸缪，了不起啊！狄大人，您将会死在这种飞镖下。这是阿禄所使用的飞镖，我不过是照着做了几只。我完全可以将您的尸体扔到大街上去，因为包括骰子在内的许多人都认识这飞镖是阿禄的，他们会认为您是被死。动手！你们都不要动手。狄大人，既然你什么都知道了，那你打算如何处置？您说。我希望你网开一面，还太子以自由之身。就是说让我做您的同谋。只有狄大人不声张，这件事不会有任何人知道。这个世上没有永恒的秘密。用不了那么久，我只需要5天。5天之后，就会有人将太子送到一个任何人都找不到的地方。这之后呢？之后你们就可以公开竖起拥立新主的大旗，与朝廷为敌。今日的朝廷已经不是礼堂了。今日皇位上坐的可是太子的兄弟，他就是个傀儡，是武则天的附庸品。你们真的这么想打仗吗？
眼睁睁地看着一片大好河山被拆得七零八落，你想没想过后果是什么？想过，不是鱼死，就是网破。鱼死也好，网破也好，结果只有一个，受害的是谁？是百姓啊！百姓要的是安宁，不是战乱。要想还政于李唐，就要付出代价。一定要以百姓的痛苦作为代价吗？古往今来都是如此。老大人，不要再说了。狄仁杰，你要想告发老夫，我现在就可以跟你走。可你不要毁了太子，毁了大唐数十载的基业。你不要忘了，你也是大唐的臣子。大唐臣子？你们拿我当大唐臣子了吗？在整个的阴谋中，我狄仁杰是你们的第一个牺牲品。如果太子被救的消息真相大白，第一个要坐大牢的就是我狄仁杰呀！你害怕了？我是害怕了，我狄仁杰死不足惜，可你们现在要害的是普天下多少无辜的苍生。狄仁杰，我记得你说过，你会用生命保护太子。我希望你是个说话算数的人。是去汝阳，还是回京城？臣请太子做主。死一个李贤，无非是少一个皇子。倘若战乱一开，天下要死多少个儿子？太子英明，臣狄仁杰愿肝脑涂地，力保太子的安全。玲珑姑娘，你睡了吗？不知为何，我怎么也睡不着。我这心里堵得慌，堵得慌啊！玲珑姑娘，按理说，我实在是不该在您与太子的灵柩前说这样的话，可我忍不住，我是真的很喜欢你啊！玲珑姑娘，你一定是听到我说的话了，你千万不要生气。我知道我配不上你，可我是打心眼里喜欢你的。等到了泰安，我一定给你立一个大大的牌坊。鬼，鬼，鬼啊！鬼，鬼啊！有鬼！有鬼！快来人！有鬼啊！有鬼！有鬼！鬼啊！鬼！我真的，真是惊活了！兄弟们，咱们杀了他！上！等等！不要杀他！不要杀他！地府大人，快躲开啊！鬼会伤害你的！
我不怕。就算他是鬼，就算他可以杀我，我也不许你们杀他。不管那么多，放火烧死他！不能烧，不能烧他！点火，放箭！你拉着马车先走，我来对付他们。玲珑姑娘，你到底是人还是鬼啊？玲珑姑娘，你还活着？这是真的吗？还是梦？地福哥，你走吧，回洛阳去吧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地福哥，地福哥，你回去吧，不要来找我了。玲珑！留下太子，奉狄大人之命，迎请李贤太子回宫。段大哥，你不是说会有人接应我们吗？又是狄仁杰！将军，你们快走！玲珑，走！来人，将他的首级带回。是。李将军住手！好。李禄，杀人太多，这对于你来说恐怕是最好的结局了。
见太子！参见太子！请太子移驾回宫。吴大人，没事吧？想不到，堂堂的朝廷一品大员，竟被一个小小知府和一个村野丫头给耍了。偷鸡不成，反蚀一把米。这种主意绝对不是黄永安与那个臭丫头能想得出来的。一定是他，一定是郭相成与张柬之捣的鬼。给我备轿！我要进宫面见太后，我让他死无葬身之地。吴大人，现在不是出气的时候。你想一想，狄仁杰把事情查得一清二楚，你那点事情他焉能不知？这样闹下去会两败俱伤，到时候让狄仁杰渔翁得利呀！不行，我非要出这口气。吴大人，那你也别把气发在表面上啊。先歇息吧。那个玲珑的儿子现在何处？回大人，在泰安府。放心，还在咱们的掌控之中。你不管是偷是抢，总之将他给我弄到这儿来。玲珑，我要让你儿子得不到，丈夫也得不到。弄回他的儿子很容易，但是不能够便宜了狄仁杰。问题是，眼下的情况怎么办？咱们要想着先把自己给摘干净了。你有什么主意？推，把事情全部都推到琅琊王的头上去。我不是说过要你等我的话吗？是。为什么不等？我是为自己着想，更是为大人您着想。纸包不住火，血埋不住人。一旦真相大白于天下，大人与我都是朝廷的罪人。与其人头落地，满门抄斩，还不如及早动手将太子抢回来。这么做可是把太子给害了。我知道。我有一种不好的预感，这笔孽债会一直缠绕着我们的。狄仁杰接旨。臣狄仁杰接旨。狄大人，太后有旨，命你即刻进宫。狄大人，听说您这次又立了大功了，太后要重重赏你，赶紧备轿入宫吧。烦劳公公回禀太后，
就说臣突然感到有些不适，暂时不能入宫受赏。哎，还有什么比懿旨更重要的？公公请回。哎，狄大人，嘿，微臣参见太后。李爱卿，快请起。谢太后。李爱卿，你与狄爱卿及时识破了琅琊王的阴谋，带回了礼贤，为朝廷立了一大功啊！哀家已经跟皇上商议过了，要重重的奖赏你们。此事多亏狄大人明察秋毫，才使得琅琊王的奸计未能得逞。臣不敢贪功。哎，你也功不可没嘛。胡喜乐，奴婢在。狄仁杰为什么没有来啊？狄大人说他突然感到有些不适，故而不能前来。嗯。骰子吗？今天就别出去了，我给你做刀削面吃。我这里还有半瓶老白粉，你呀，也别多想了，很多事情过去就过去了啊。哎，你怎么哑巴了？哀家也想吃老家的刀削面。臣狄仁杰叩见太后。行了，别装模作样的了。你是千呼万唤不出来呀？哀家等了你2天了。既然你不肯进宫，那哀家只好登门拜访了。臣有罪。什么罪不罪的？你现在是功臣了，你是朝廷的功臣，也是皇家的功臣，该重重奖赏才是啊。这棺材刷完了吗？请太后客厅奉茶。别跟着我。遵旨。太后请。这边。太后，臣不想求什么封赏，只想求您答应一件事。你说吧。这件事与礼贤太子无关，臣希望您不要降罪于他，让他好好活着吧。你说完了吗？臣说完了。臣请您体谅臣的一片苦心。怎么会呢？哀家为何会降罪于他呢？他毕竟是哀家的儿子。狄爱卿，臣在。你刚才说贤儿无罪，哀家姑且相信了。那罪在何人呢？出了这么大的事，不会连个有罪之人都没有吧？
太后，狄爱卿向来办案公正无私，从不做徇情枉法之事，这是有目共睹的。哀家只是想听你说一句实话。怎么？不想说呀？哦，不敢。臣不是不想说，是不能说。为什么？太后，您心里应该比臣更清楚啊。奉狄大人命，将玲珑的儿子带走。这孩子才5岁，你们不能抓他。我等也是奉命行事，有话你找狄仁杰说去。你们不能抓他呀，华子，华子，狄仁杰，你会遭天谴的。孩子，狄仁杰，我要杀了你！还我孩子！相爷，琅琊王本来已经派人暗中接应太子，没想到狄仁杰会吩咐押送灵柩之人突然改道而行。他好像对什么事情都有先见之明啊！狄仁杰，我不会放过他。我不会放过他！老爷，您不能这样啊！快扶我起来！我要去见太子，我要去向他请罪。老爷，您不能再这样了！您要是再……眼看我们的孩子就要出生了，您难道想让他也受到牵连吗？狄仁杰，我不会放过你的。老爷，您一定要注意身体。我不会躺下来。相爷，千万不要动怒，小心您的身体。这件事情还不能算完，我们会让狄仁杰付出代价的。夫人，什么事？狄仁杰狄大人来看望老爷。快让他走！我不想见他，我不想见他！你消消气，老爷，你消消气啊！还不快去！狄大人，对不起，我们家老爷刚刚服过药，已经睡着了，您还是改日再来吧。很抱歉。狄大人，我家老爷不在。哦，不在。啊，刚刚出去。怎么了，大人？他们都不愿意见您呢。不只是他们，对所有的礼堂老臣来说，我已然是谋害太子的罪魁了。哼哼，以后的日子不好过呀。那太后呢？太后怎么看？唉，随他去吧。夫君，对不起，
我没能救得了你，儿子也被狄仁杰抢走。武则天是我们的仇人，狄仁杰也是我们的仇人，我一定要报仇，为咱们的儿子报仇，我一定要杀了他们，让他们生不如死，受尽煎熬。我发誓。太后，臣是真的不想再去监管太子了。不想管也得管。哀家可是要将你的儿子管到底的。不过，你在贤儿的事上，对朝廷也算是忠心耿耿了。可是有些人并不这么想啊，否则怎么会闹出这么大的事情来呢？是啊，狄爱卿，这件事可以算了，可是这种事不能再继续下去了，你得为哀家想一个一劳永逸的办法出来。一劳永逸？从泰安府到成都府，从成都府到洛阳城，折腾出多少事来？不都是因为你一个人吗？如果没有一个一劳永逸的办法，这以后的麻烦事儿还会层出不穷呢。太后，李贤太子已被拘禁多年，想必已痛定思痛，幡然悔悟了。依臣之见，是不是还他自由之身，给他找点事情做？这样一来可以母子团聚，二来可以堵那些好事之人的嘴，岂不是两全其美吗？不可不可呀！贬谪贤儿，削去他的太子之位，乃是先帝之命。现在没有人能够改变这种现实。是啊，是啊。没有事情能够难倒你狄仁杰，不是吗？不，臣愚钝得很，生怕事情办得不好。中午就别回去了，也尝尝宫里的刀削面吧。遵旨。一劳永逸，太后什么意思啊？不知道。连你都不知道？为什么我就应该知道呢？啊！太后不是想把他……狄大人，这事儿你怎么想的？太后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。这件事迟早得有一个妥善的解决办法。停！你们等着。是。吴大人，张大人，你给我分析分析，太后说的一劳永逸究竟是什么意思？这还不明白？就是让李贤永远消失，不再给朝廷惹麻烦。消失固然是好事，怎么个消失法啊？君叫臣死，臣不死为不忠；父叫子亡，子不亡为不孝。只要太后一道圣旨，这问题不就都解决了吗？哼，谈何容易！太后将此事交给狄仁杰去办，一定有什么奥秘在其中。说不定太后还想还太子的自由之身呢。罢免太子，可是先皇的旨意，太后敢这样做吗？
太后不敢这样做，可是狄仁杰敢这样做。这世上就没有他不敢做的事。所以，不拔掉这个眼中钉、肉中刺，咱们什么事都办不成。除掉狄仁杰，谈何容易啊！你说的对，我们如若再出面，定会引起朝臣的议论和太后的猜疑，那便是搬起石头砸我们自己的脚了。吴大人放心，就算我们不找狄仁杰的麻烦，琅琊王也不会放过他。参见二位大人。起来吧。谢大人。事情办得如何了？回大人话，那孩子已经带回来了，在后院歇息，等候大人的处置。一个4、5岁的孩子嘛，何罪之有啊？他什么都不懂，他连死是什么意思，有多可怕都不知道。杀他有什么意义？那您的意思是？留着，以后会有用处。他可是李贤的孩子，正因为是他的孩子，我们才要这样做。大人，他来了。在哪儿？您到门口看一看就知道了。是得知他耍弄了我们以后，我也依然认为她是个好姑娘。她在太子宫的那一幕令我至今难以忘怀。老实说，她与太子的这段真情，我一直觉得十分感动。爱本来是很美好的，可一旦变成恨，就会生出毒刺。也许，当初我们就应该放太子走。如果仅仅为了一段感情，早在成都府的时候，我就不会带他回来。骰子，我们做事情看的不是一个太子，是天下，是老百姓的安危。干什么？我去找他。不用了，他既然已经到了洛阳，一定会来找我们的。一劳永逸。狄仁杰，我要杀了你！大人，拿他怎么办？放他走。放他走？他刚才……我说放他走。狄仁杰，哎呀，走吧！狄仁杰，我杀了你！玲珑姑娘，我骰子可以告诉你，狄大人不想伤害你，更不想伤害李贤太子，希望你好自为之。我儿子他在哪儿？儿子？你儿子不是已经死了吗？
求求你，求求你把儿子还给我，把我的儿子还给我，求求你把他给我，求求你了。儿子，正如大人所料，武承嗣确实在他儿子身上做过文章，既扮演了贼的角色，也扮演了捕头的角色。可现在玲珑的儿子不见了。据玲珑说，他来洛阳的时候，将儿子寄养在一个邻居家里，他的儿子是被人抢走的，劫持者说是奉了狄大人的命令。哼，哎呀，看来我真是一块臭骨头啊，总喜欢招苍蝇。那肯定是武承嗣干的呀。武承嗣是属泥鳅的，他最大的特点就是让人看得见，抓不着。太后，据臣等调查，此事与琅琊王有很大干系，他应当是本案的元凶。太后，琅琊王如此丧心病狂，这是公然向天朝、向太后挑衅。臣愿请旨，带天朝之兵剿灭叛贼。太后，张大人说得对，琅琊王公然向朝廷挑衅，不杀不足以平民愤。请太后下旨。胡喜乐，太后，即刻传哀家的旨意给礼部，命他们速派钦差赶往亳州、汝阳，代表皇上与哀家去安抚琅琊王及其麾下官兵，并当地的老百姓，赐金10000两，银10万两。奴婢遵旨。臣参见太后，太后千岁千岁千千岁。你急着要见哀家，所谓何事啊？太后，出事了。这刚刚才安静了几天，又出了什么事了？大理寺接到800里急报，朝廷派往亳州、汝阳安抚琅琊王的钦差大臣，在途中被人杀了。你说什么？有人敢杀钦差大臣？到底是何人所为？臣听说是一些当地的官兵。官兵？没错，是官兵。听说钦差刘一文刘大人刚到亳州境内，便遭到了地方官兵的伏击。钦差刘大人当场毙命，随行人员也伤亡10至8九。
你以为是何人所为呢？在亳州境内，自然是琅琊王的手下。琅琊王，大家都这么说，虽然只是猜疑，可也并非没有道理。各节度使的兵马，按照规定，只能是各守其土，各尽其责，谁会贸然跑到别人的地盘上生事呢？太后担心的事，终于发生了。狄大人，太子一案尘埃未定，现在钦差大臣又被人杀了，这回你有的忙了。是啊，树欲静而风不止，总是有人喜欢找点麻烦。这可不是小麻烦，刺杀钦差与弑君同罪，是要灭九族的。你说，这个琅琊王有那么大的胆量，竟敢公然与朝廷为敌吗？他拥兵自重，很难说啊。诸位爱卿平身。谢万岁！诸位爱卿，有本奏来，无本退朝。臣张光弼有本。张爱卿，奏来。亳州刺史琅琊王李冲，沐浴皇恩，不思报效，与其父越王勾结。大肆叫嚷什么还皇位于李贤，还皇权于李唐，并屡次派人入京欲救李贤，密谋造反。皇上与太后念其兄弟之情，不忍加罪，并派钦差前往安抚。不料琅琊王不思悔改，反而变本加厉，更为猖狂，竟将钦差大臣刘一文杀死。其司马昭之心，路人皆知。如此叛逆之臣，如不严惩，国将不国，民将不民。臣恳请皇上下旨出兵，剿灭叛逆，以振皇威。准奏。命张爱卿带兵前往征剿。臣领旨。